我只是随手拍死一只蚊子，就爆出一件价值100万的高级装备吸血莲。只因我觉醒了史上最强 SSS 级天赋无限掠夺，能100%掉落目标身上价值最高的物品，而这个世界普通人的爆率却低到离谱。为了验证天赋是否真实，我又拍死一只蚂蚁，下一秒又爆出了高纯度炼金材料千钧甲壳。我盯着手心里那块散发着暗金色光泽的千钧甲壳，心脏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吸血棉已经够离谱了，那可是能在黑市上卖出上百万信用叠的 B 级装备。而现在这只蚂蚁爆出的千钧铠甲，虽然是炼金材料，但高纯的千钧铠甲同样价值不菲。至少也是 A 级材料。普通人击杀10只魔兽都不一定能掉出一块 B 级材料，而我随手拍死一只蚂蚁就爆出 A 级，这天赋强的连我自己都觉得不真实。无限掠夺，天赋面板上的描述简单到粗暴，100%掉落目标身上价值最高的物品，这意味着无论我击杀什么，只要它要掉落，我拿到的就是它掉落的上限。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末世降临已经3年了，全球各地不断出现空间裂缝，魔兽从裂缝中涌出，人类世界岌岌可危。好在3年前觉醒时代同步开启，一部分人觉醒了各种天赋，勉强撑起了抵御魔兽的防线，但绝大多数人觉醒的都是 F 级 E 级的垃圾天赋。比如隔壁王叔觉醒的 F 级天赋铁骨，只是让骨头稍微硬一点，连 D 级魔兽的一爪子都扛不住。我那老爹更是也只觉醒了 E 级天赋大力，靠着这天赋他只能在工地比别人多搬几块砖。而我的天赋在觉醒时显示为问号，评级也是问号。当时大家以为我是个没有天赋的废人，直到今天我随手拍死那只蚊子。我看了看四周，小区花园里没什么人。现在是下午3点，大多数人在上班或者在学校。我蹲在花坛，心脏狂跳。不行，不能在这里继续测试了。如果我的天赋真的能100%掉落高价值物品，那在这里随便测试太危险了。末世降临后，人类社会虽然还维持着基本秩序，但暗地里早就乱套了。为了一件 D 级装备抢劫杀人的事情比比皆是。我要是被人发现能随便爆出高级物品，分分钟被人盯上。我得找个没人的地方。这2样东西加在一起，价值至少200万信用币，够一个普通人一家3口舒舒服服活3年。而我只花了不到3秒钟就得到了它们。我加快脚步走出小区，沿着街道往城郊方向走。龙国京海市虽然还算是大城市，但城郊因为3年前那波魔兽冲击，很多地方已经荒废了。那些废弃工厂和烂尾楼是绝佳的测试地点。走了大概40分钟，我来到京海市东郊的一片废弃工业区。这里原本是重工业基地，3年前第一波魔兽冲击时，这里的工人几乎全部遇难，后来就彻底荒废了。我选了一座相对完整的废弃仓库，推开门，灰尘扑面而来。很好，这里够隐蔽。我四下看了看，确认没人后，开始寻找测试目标。蚊子、蚂蚁、苍蝇都可以，只要不是魔兽就行。这些昆虫在末世后数量不减反增。我很快在墙角发现了一只蟑螂，于是我抬起脚，毫不犹豫地踩了下去。咔嚓一声，蟑螂被踩扁的同时，一道淡金色光芒从蟑螂尸体上飘起，在空中凝聚成一个拳头大小的光团。光团散去，一本薄薄的册子掉落在地，书页泛着淡淡的荧光，封面上的字迹清晰可见。A 级身法技能影步。就在我翻开书页时，一段金色文字如同活物一般涌入我的内心，脑海中瞬间多出了一些东西。我下意识地迈出一步，身体在原地留下一个模糊的残影，真身已经出现在3米外。没想到一个 C 级技能就这么被我学会了，别人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掌握一个 C 级技能，而我只需要翻开一本书。无限掠夺配合击杀掉落，只要我一直杀下去，就能无限获得技能树和装备，那我岂不是能无限变强？啪！后脑勺突然传来一阵剧痛，我失去了意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醒了过来。周围是类似病房的环境，我听到至少有3个人的呼吸声在我周围，其中一个人的呼吸非常平稳，像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军人或者武者。我缓缓睁开眼睛，适应了几秒后，我看清了周围的环境，一间大约30平米的房间，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张金属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些我看不懂的仪器，桌子旁边是一扇厚重的金属门，门上有一个小小的观察窗，看起来像医院或者研究所。醒了，感觉怎么样？头疼。是你打晕我的？是我。你绑架我？怎么可能？天，你不会是……这个我叫做父亲的男人，这个我以为一辈子都在工厂车间里拧螺丝的普通工人，像我这样的顶级天赋，最想要的一定是帝国的间谍。
没想到父亲竟然笑了。他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个小巧的黑色证件本，我低头看去，证件本的内页上印着一个金色徽章，下方是一行金色的字：龙国特别行动局，姓名赵卫国，军衔上校，职位第7特别行动队队长。我盯着那个证件本，我的父亲，那个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电动车上下班，每个月工资5000块，连请我吃顿好都要犹豫半天的男人，是龙国军方上校。儿子，有些事该告诉你了。你爸我不是什么工厂工人，那是身份掩护。我是龙国特别行动局的卧底人员，从20年前就开始执行潜伏任务。你的母亲也是特别行动局的情报人员，她在你3岁时牺牲在执行任务中，不是什么车祸，是牺牲。爸妈，我3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告诉我那是车祸，我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意外，原来从一开始，我的人生就是一场谎言。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那你打晕我是因为你在东郊废弃仓库测试能力的时候，已经被盯上了。帝国间谍？没错，不愧是我儿子。你后来去了东郊，他们跟了你一路。我居然一点都没发现。如果不是赵卫国先一步出手护我带走，现在躺在这里的，可能就是被绑在帝国某个地下实验室里的我了。所以，你是为了保护我？这里是龙国特别行动局京海分部的地下研究所，绝对安全。你在这里可以放心使用你的天赋。我看着赵卫国，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荒谬又真实。我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问道：他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情绪波动，那种波动很强烈，像是一个在黑暗中走了太久的人突然看到光。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SSS 级天赋，全世界已知的 SSS 级天赋不超过5个，每一个都站在人类觉醒者的最顶端。而现在我是第6个。赵卫国拿起对讲机，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大约5分钟后，金属门从外面打开，走进来3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脚步缓慢，眼神锐利。老人身后跟着一男一女2个年轻研究员。老人走到我面前，打量了我几眼。赵卫国的小子不错，看着精神。将军，中将摆了摆手，示意他不用多礼，然后转头看向我。我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我的天赋是真的，我已经测试过3次了。我知道，但我们需要更系统的测试，比如天赋发动的极限。你记住，从你觉醒这个天赋的尼刻起，你就已经是龙国的重点观察和研究对象。这2位是研究所的刘博士和陈博士，他们会负责你的天赋测试。我需要做什么？杀几只魔兽给我看看。就在这个研究所里，我们圈养了几只活体魔兽，从 D 级到 A 级，专门用于觉醒者能力测试。如果你真的能通过击杀它们掉落高价值物品，那你的天赋就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测就测吧，我已经杀过蚊子、蚂蚁和蟑螂了，杀几只魔兽也没什么区别。刘博士和陈博士带着我走出房间，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金属门，门上标着编号，天花板上每隔几米就有一个摄像头，红色的指示灯一闪一闪。来到走廊尽头一扇巨大的防爆门前，这门至少有1尺厚，门上写着4个红色大字：魔兽活体，危险区域。刘博士在防爆门旁边的控制面板上输入了一串密码，又扫描了指纹和虹膜，防爆门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缓缓向两边滑开。门后是一个大约200平米的封闭空间。
地面和墙壁都是厚实的合金板，到处都是抓痕和撞击的痕迹，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深深的凹陷，像是被什么巨大的力量硬生生砸出来的。空间的中央是一个个巨大的合金笼子，每个笼子里都关着一只魔兽。我走进测试区，目光扫过那些笼子：D 级魔兽猎齿兽、C 级魔兽暗影豹、B 级魔兽雷宗师。第4个笼子最大，里面关着的是一只级魔兽铁脊龙，那是一只体型接近小型货车的巨兽，浑身覆盖着暗银色的鳞甲，脊背上是一排锋利的骨刺，一双橙黄色的树瞳懒洋洋地看着我们，眼神里带着一种不屑。周远山站在我身后，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从地级猎齿兽开始，如果能力能正常触发，我们再逐步提高等级。这些魔兽都被我们用手段限制了实力，打起来应该很轻松。准备好了，随时开始。我点了点头，走向关着猎齿兽的笼子。笼子的门缓缓打开，猎齿兽从笼子里冲出来，灰色鳞甲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它低吼一声朝我冲了过来，速度不慢，但对于刚刚学会了影步的我来说，慢得像慢动作。我侧身一闪，来到猎齿兽的侧面，我右手握拳，调动身体里那股觉醒后一直存在但从未真正使用过的能量——元力。末世降临后，所有觉醒者体内都会产生的特殊能量，元力覆盖在拳头上，形成一层淡淡的光芒。我一拳砸在猎齿兽的头部。地级魔兽的防御力在觉醒者面前并不算强，更何况我这一拳几乎用了全力。咔嚓一声，猎齿兽的头骨碎裂，轰然倒地。一道淡金色的光芒从猎齿兽的尸体上飘起，在空中凝聚成一个篮球大小的光团。光芒散去后，地面上多出了一样东西，一把长约半米、通体漆黑的短刀。刘博士快步走过去，拿起那把短刀。这是暗夜之牙 ，B 级装备。陈博士也凑了过来，眼睛瞪得溜圆。不可能！D 级魔兽怎么可能掉落 B 级装备？这完全违背了已知的掉落规律。我站在旁边没有说话。这就是无限掠夺，100%掉落目标身上价值最高的物品。一只 D 级魔兽，大多数情况下爆出的是 E 级甚至 F 级的垃圾装备，但只要有极小的概率能爆出一件 B 级装备，那这概率在我身上就一定会发生。测试继续。接下来是 C 级暗影豹，那只通体漆黑的猎豹在阴影中快速移动，速度快得几乎看不清。但对于拥有影步技能的我来说，这种速度还在应对范围内。更何况豹类虽然速度快，但力量相对较弱。我找准机会一拳轰在暗影豹头上，暗影豹毙命。但金色光芒再次升起，这次掉落的是一本技能书，以及技能书暗影前行。陈博士接过技能书的时候手都在抖，以及技能书从 C 级魔兽身上 A 级。不可能！但事实就摆在眼前。刘博士推了推眼镜，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科学热情。再来，继续测试。B 级雷宗师，这次稍微费了点力气。雷宗师的雷电攻击范围很大，我虽然有影步，但还是被擦到了一下，左手臂被电得发麻。但最终还是我赢了，我一拳轰碎了雷宗师的头骨。但金色光芒升起，这次掉落的东西让整个测试区安静了整整5秒钟。那是一枚拳头大小的珠子，通体银白色，内部有雷电般的纹路在缓缓流转。雷灵珠以及核心材料，价值连城。陈博士张了张嘴，声音几乎是呢喃。B 级魔兽掉落 A 级核心材料。这个孩子，他到底是什么怪物？我不是怪物，我在心里默默说，我只是觉醒了 SSS 级天赋。最后 A 级铁脊龙，我站在铁脊龙的笼子前，深吸了一口气。A 级魔兽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存在了。即使是训练有素的 A 级觉醒者，要单独击杀一只 A 级魔兽也需要费一番功夫。而我，一个刚刚觉醒天赋不到1天，连元力等级都还没正式评定的人，要挑战 A 级魔兽。但我没有犹豫，因为我知道我的天赋不需要我有多强，只需要我能击杀目标，哪怕只是补上最后一刀。赵卫国走到我身边，声音低沉：小心，铁脊龙不好对付，如果有危险，我们会立刻介入。铁脊龙从地上站了起来，巨大的身躯几乎占据了笼子1/3的空间。它的树瞳盯着我，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噜声，像是在嘲笑我的不自量力。然后它动了，快得不可思议。那么庞大的身躯，爆发出的速度却快得让我瞳孔骤缩。我发动影步，身体瞬间闪出5米，但铁脊龙的尾巴横扫过来，速度比它的移动更快。砰！我被扫中，整个人飞出去，撞在合金墙上，后背传来一阵剧痛，嘴里涌上一股腥甜。铁脊龙转过身，张开巨口朝我咬来。
我咬牙，在最后一刻再次发动影步，从他的嘴边擦过，同时一拳砸在他的下巴上。这一拳用尽了我全部的原力，但也只是在铁脊龙的下巴上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凹痕。一级魔兽的防御力远超我的想象，铁脊龙被这一拳激怒了，他仰头怒吼，声波在封闭的测试区内回荡，震得我耳膜发疼。他再次冲来，我的攻击对他没有任何伤害，只能利用影步不断闪避寻找机会。就在我连续闪避了10几轮攻击后，影步失灵了一瞬。糟了，刚觉醒的原力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么长时间的战斗。就在铁脊龙的尖牙已经几乎要咬到我的头时，一个冷淡到极点的女声响起。铁脊龙的防御虽然强，但它不是没有弱点，眼睛、关节，还有它嘴里的柔软组织。随即我眼前闪过一道黑影，黑影手中的银光一闪，一柄银色长刀瞬间没入铁脊龙嘴里，铁脊龙的上颚瞬间出现一个血洞。随后黑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的刀柄上，我立即反应过来，用力将刀刺得更深。他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身体剧烈抽搐后轰然倒地。我大口大口的喘气。谢谢，请问你是龙国特别行动局？郑宇少校，可以别抓着我的手了吗？很疼。不好意思。但金色光芒从铁脊龙的尸体上升起，这次掉落的是一整套东西，5件暗银色铠甲，每一件都流转着淡淡的光芒，成套的A级装备，铁脊龙套装，足够武装一支5人战斗小队。整个测试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周远山盯着地面上那5件散发着暗银色光芒的铠甲，眼眶微微泛红。作为龙国特别行动局的副总指挥，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龙国现在最缺的不是觉醒者，不是弹药，也不是物资，而是高等级的装备。魔兽冲击导致爆率低到离谱，一支100人军队拼死击杀100只 C 级魔兽，能掉落3、5件D 级装备就已经是烧高香了。而现在一个少年在不到半个小时内击杀了4只魔兽，从 D 级到 A 级掉落的物品分别是 B 级装备暗夜之牙， A 级技能书暗影前行， A 级核心材料雷灵珠，5件套 A 级铁脊龙套装，总价值无法估量。周远山走到我面前，看着我浑身是血但眼神明亮的样子，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右手缓缓敬了一个军礼，声音沙哑：赵灵，从今天起你就是龙国特别行动局最高机密保护对象，你的存在只有我和赵卫国2名博士还有郑宇少校知道，你将作为龙国最后的底牌，最强战力，接受最高级别的资源倾斜和培养。郑宇少校是目前金海能找到的最强战力，他会贴身保护你。我站在那里，手臂还在发抖，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值了，我的天赋可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可以为那些像母亲一样牺牲的人做点什么。回到房间后，刘博士和陈博士给我做了详细的身体检查，然后开始采集血样进行基因分析。刘博士拿着我的分析结果皱着眉头看了很久，终于像是下定决心一样开口：赵灵，你的天赋序列和你父亲的完全不同。什么意思？刘博士推了推眼镜，表情严肃。天赋是可以通过血缘遗传的，这是已知的科学规律，但你父亲的觉醒天赋是 B 级战斗天赋钢铁意志，你的母亲据档案记载觉醒的是 C 级辅助天赋快速愈合，都和你的天赋毫无关联。你的天赋从基因序列来看，不来自你的父亲，也不来自你的母亲，它像是凭空出现的。房间里安静了几秒，赵卫国站在门口，听到这句话后，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寒意。我的天赋不是遗传来的，那它是从哪里来的？这时郑宇从外面走进来，声音一如既往的冷淡：将军，周队，我们在之前赵灵测试天赋的废弃仓库里发现了这个。他拿出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仓库墙壁上的一行字，爆率太高可不是什么好事哦，说不定会爆出意想不到的惊喜呢。落款是一个符号，一个被利剑贯穿的皇冠，帝国的标志。赵卫国一把将照片攥紧，声音低沉的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帝国间谍，他们想带走赵灵，被我阻止，这是挑衅，也是警告。周远山看着照片上那行字，缓缓开口：意想不到的东西，他们想说什么？赵灵的天赋除了掉落高价值物品，还能掉落什么？我坐在床上，看着房间里所有人凝重的表情，后脑勺又开始隐隐作痛。爆率高可不是什么好事，有可能爆出意想不到的东西。这句话像一根刺一样扎进我的心里，让我隐隐觉得我的天赋无限掠夺，也许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也许它隐藏着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而帝国间谍留下的这行字，像是一个伏笔，一个预示，一个关于未来的不祥的预言。测试结束后的第3天，我被正式编入龙国特别行动局金海分部。周远山亲自签发的调令上写着我的名字和编号：赵灵，代号掠夺者，保密等级绝密。赵卫国站在训练场的门口，看着我穿上一身深灰色的作战服，嘴角微微上扬，但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大。郑宇少校站在训练场中央，穿着一身黑色紧身作战服，短发利落的扎在脑后，他的五官精致的像是刀刻出来的，但表情冷得像一块千年寒冰。从今天起，你的体能、原力控制、战斗技巧全部由我负责。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是机械发出的。我不会因为你是周将军的儿子，或者你觉醒了 SSS 级天赋就对你手下留情。相反，你会比其他人练得更狠，因为你的天赋需要你活下来才能发挥作用。你死了，SSS 级天赋就是一堆废铁。
我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郑宇说的没错，我的天赋再强，前提是我能活着碰到目标。如果我在碰到魔兽之前就被杀了，那一切都毫无意义。训练从早上6点开始，第一项是体能，绕着研究所地下训练场跑圈，一圈400米，先跑20圈，一共8000米。我跑了不到3圈就开始喘，5圈的时候腿像灌了铅，8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要死。但郑宇跟在我身后不紧不慢地跑，呼吸平稳的像在散步。他冰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测试时连续使用技能，原力耗尽了，你连站都站不稳，体能太差了。体能是你一切能力的基础，跑不完20圈，今天的训练就加量到30圈。我不能死，不能因为跑不动这种可笑的原因死掉，我要活下来。20圈跑完，我直接趴在了地上，浑身被汗水湿透。郑宇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没有多说话，只是站在旁边等我喘匀了气，然后说了2个字：继续。第二项是原力控制，原力是觉醒者体内产生的特殊能量，可以用来强化身体、催动技能，甚至外放攻击。但我之前从未接受过系统训练，对原力的控制粗糙的像用锤子敲钉子。刘博士给我带上了一套原力监测设备，手腕、脚腕和胸口各贴了一个感应贴片，贴片连接着一台显示器。郑宇站在我对面，伸出一只手，用你的原力推我的手，不要用拳头打，用原力。我深吸一口气，调动体内的原力，试图将它引导到右手掌心。显示器上的数据乱跳了一阵，我的掌心亮起一团忽明忽暗的光，然后砰的一声在我掌心炸开，震得我整条手臂发麻。郑宇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你的原力控制等级，如果按标准评级大概是 F。我说 F 都是抬举你，应该是 G。我咬了咬牙，再来。一次又一次，我的原力从无法控制到勉强能凝聚成团，从在掌心炸开到能维持稳定输出，从只能维持3秒到能维持30秒。3个小时后，我终于能让原力平稳地从掌心涌出，持续不断地推在郑宇的手上。显示器上的数据终于呈现出一条相对平滑的曲线。刘博士在旁边看得眼睛发亮，不错，原力控制等级从 G 提升到了 E， 虽然还是很差，但进步速度是我见过最快的。郑宇收回手，点了点头。休息10分钟，下午开始战斗技巧训练。郑宇教我的是不是花哨的招式，而是最简单直接的一击制敌的技巧，怎么用最小的力量打出最大的伤害，怎么利用对手的体重和惯性，怎么在失去平衡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攻击。他示范的时候动作干净利落，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一种冷冽的美感，像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面无表情地纠正我的动作，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1周后的早上，周远山来到了训练场。赵灵，训练的怎么样？郑宇替他回答了，体能勉强及格，原力控制D级，战斗技巧0分。周远山笑了，0分就0分，慢慢来。他看向我，眼神变得认真起来。赵灵，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什么事？周远山沉默了2秒。金海市西北方向80公里处，发现了一只领主级魔兽。领主级，我心里猛地一紧。领主级魔兽是比1级魔兽更高一个层次的存在，每一只领主级魔兽都相当于一支小型军队，他们的实力远超普通级魔兽，往往需要出动军队甚至多名级觉醒者才能对抗。金海市附近怎么会有领主级魔兽？周远山的表情变得凝重。3天前从一道新出现的空间裂缝里出来的，目前还在西北山区活动，暂时没有往市区方向移动，但以他的移动速度，最多再过5天就会进入金海郊区，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你想让我去？没错，我想让你参加这次行动，但不是让你去送死。我的计划是让特别行动局的战斗小队先牵制领主级魔兽，你最后找机会补刀。只要能触发你的天赋，我们就能知道领主级魔兽身上能掉落什么。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能掉落足以扭转战局的装备或技能。当然，这个行动有风险，而且风险很大。我不会强迫你，你可以拒绝。我看向赵卫国，他站在训练场门口，双手插兜，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他注意到我在看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相信我的决定。好，我去。行动定在第2天凌晨4点。参加行动的一共有32人。郑宇少校担任前线指挥官，我是32号，代号掠夺者。行动开始前，周远山把所有人召集在一起，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帐篷，声音低沉而有力。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一只领主级魔兽，初步评估为岩甲领主，防御力极强，攻击范围大。行动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战斗小队牵制岩甲领主，为赵灵创造击杀机会。第2阶段，赵灵尝试击杀岩甲领主，触发天赋。第3阶段，无论结果如何，全员撤离。一旦赵灵击杀失败，重火力部队将对目标实施覆盖式远程打击。所有人必须记住，赵灵是这次行动的核心，他的安全高于一切。如果有人牺牲，他的名字会被刻在特别行动局的英烈墙上。如果有人退缩，我会亲自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凌晨4点，车队从金海分部出发，在黑暗中行驶了1个多小时后，我们在距离岩甲领主活动区域3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随后我们徒步前进，在夜色中穿过一片枯死的树林，地面到处是皲裂的痕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硫磺的味道，这是领主级魔兽出现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走了大约20分钟，郑宇举起拳头，
所有人停止前进。他蹲下身摸了摸地面上的泥土，目标就在前面大约500米。所有人检查装备，准备战斗。我蹲在郑宇身后，满身冷汗，心脏砰砰跳得厉害，手里攥着暗夜之牙，那把从猎齿兽身上爆出的 B 级短刀。500米的距离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漫长。我们穿过一片乱石滩，翻过一道矮坡，终于我看到了他，岩甲领主。那是一只体型堪比3层楼房的巨兽，浑身覆盖着灰白色的岩石甲壳，甲壳上布满了尖锐的凸起，像是一座会移动的山丘。它的头部隐藏在甲壳之下，只露出2只暗红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它的四肢粗壮的像4根柱子，每走一步地面都在微微颤抖。它的尾巴短而粗，末端是一个巨大的石球，像一把天然的流星锤。郑宇细微的声音在所有人的耳机里响起。根据外形判断，敌人弱点在眼睛和甲壳缝隙，但甲壳缝隙非常窄，只能用匕首、短刀之类的冷兵器攻击。行动开始，第一战斗小队上前牵制，第二战斗小队侧翼掩护，第三战斗小队保护赵灵。所有人注意，不要让岩甲领主注意到赵灵的位置。第一战斗小队的10个人悄无声息地散开，从3个方向朝岩甲领主靠近。他们每个人都是 B 级以上的觉醒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队长陈峰举起右手，五指张开，然后猛地握拳进攻。10个人同时发动，原力光芒在黑暗中炸开。陈峰一马当先，手中一把 A 级长刀劈向岩甲领主的头部，刀锋砍在岩石甲壳上，溅起一片火星，在甲壳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痕。岩甲领主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声波在夜空中回荡，震得我耳膜发疼。他的身体猛地一转，尾巴上的石球横扫过来，速度之快与他的体型完全不成比例。陈峰脸色一变，侧身闪避，但还是被擦到了肩膀，整个人被甩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其他人同时发动攻击，有人用技能轰击岩甲领主的眼睛，有人试图从侧面爬上他的背部，有人用远程原力攻击干扰他的视线。但岩甲领主的防御力实在太强了， B 级以下的攻击打在他的甲壳上，连痕迹都留不下。只有陈峰和另外2个 A 级觉醒者的攻击能让他感到疼痛，但也仅仅是疼痛，无法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岩甲领主被激怒了，他的眼睛变得更加鲜红，一道炽热的岩浆从他口中喷出，朝第一战斗小队的成员扫去。躲！陈峰大喊，但他的声音被岩浆的轰鸣声淹没了。一个队员躲闪不及，被岩浆击中，整个人瞬间被吞没，化成了灰烬。我的心猛地一揪，那个队员刚才出发前还冲我笑了笑，小子别怕，哥几个罩着你。郑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冷静，他的牺牲不是让你在这里难过的，是让你完成任务的。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第一战斗小队损失1人，剩下9人继续牵制，但岩甲领主的攻击越来越猛烈，岩浆喷射，石球横扫，巨族践踏，每一次攻击都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又有好几个队员被石球扫中，一个个飞出去10几米，落地时都没了气息。第3个，第4个，郑宇眼神冰冷，他按着耳麦，声音没有丝毫波动。第二战斗小队上前接替第一战斗小队。第二战斗小队的10个人立刻顶上，但岩甲领主的实力远超预估，他甚至还没有动用真正的领主技能，就已经让我们损失了4名队员。郑宇看了我一眼，我们必须加快节奏，再拖下去，所有人都得死。我点了点头，手心全是汗。跟我走。郑宇低声说，他带着我和第3战斗小队的10个人从侧面迂回到岩甲领主的后方，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机会让你接近他。我握紧暗夜之牙，脑海里闪过这几天的训练内容，影部的发动时机，原力的输出控制，暗夜之牙的攻击角度。郑宇突然停下脚步，看那里，他指着岩甲领主后腿上方的一道甲壳缝隙，那条缝隙大约有2指宽，刚好能插进暗夜之牙的刀尖。如果你能跳到他的背上，从那条缝隙刺进去，你的攻击就能直接伤到他的肌肉组织，但你需要一个东西垫脚。郑宇蹲下身，双手交叠，我送你上去。没有时间犹豫，我踩在郑宇的手掌上，他猛地发力，将我整个人向上抛起。我借着这股力量发动影步，身体在空中留下一道残影，真身已经落在了岩甲领主的背上。岩甲领主立刻感觉到了背上有异物，他疯狂地扭动身体，试图把我甩下去。我死死抓住一块岩石甲壳的凸起，指甲都嵌进了甲壳缝隙里，手指疼得像是要断了，但我没有松手。我一点一点地往前爬，朝那条甲壳缝隙爬去。岩甲领主的身体在不断晃动，我几次差点被甩飞出去，每一次我都用尽全身力气重新抓住甲壳，手指被锋利的甲壳边缘割破，血顺着手指往下淌，但我顾不上疼。5米、3米、1米，到了！我拔出暗夜之牙，刀身在黑暗中泛着幽冷的光。我深吸一口气，将原力全部灌注到手臂上，然后猛地将暗夜之牙刺进了那条甲壳缝隙，刀尖穿透了肌肉，一股滚烫的血液从伤口处喷溅出来，溅了我一脸。岩甲领主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声音里带着痛苦和愤怒。
他的身体猛地向上一挺，然后开始疯狂地冲撞周围的岩石，试图把我从背上撞下来。我被撞得七荤八素，嘴里全是血腥味，但我死死握着暗夜之牙没有松手，刀身还插在他的伤口里。随着他的每一次冲撞，刀锋在伤口里搅动，造成更大的伤害。郑宇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所有人全力攻击他的伤口！”第一、第二战斗小队的幸存者同时发动攻击，所有的原力技能全部轰向岩甲领主后腿上方那道正在流血的伤口，伤口被不断撕裂，鲜血像瀑布一样涌出来。岩甲领主终于撑不住了，他的身体开始摇晃，四腿发软，但他仍然没有倒下，他的眼睛反而变得更加鲜红。他在蓄力，他要动用领主技能了。郑宇脸色一变，所有人后撤。岩甲领主的身体开始发光，灰白色的岩石甲壳上出现了无数道红色的裂纹，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冲出来。他的领主技能是岩浆爆发，一旦发动，方圆100米内全部会被岩浆覆盖。郑宇冲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岩甲领主背上拽下来。我们必须撤，来不及了。可是无限掠夺还没触发，你的命比他的命重要。郑宇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波动，不是害怕，是愤怒，是对我不珍惜自己生命的愤怒。血几乎要糊住双眼，我却死死盯着他。再给我一次机会。郑宇咬着牙沉默了1秒，然后松开手。30秒，他转身冲向了岩甲领主，他的身影在黑暗中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快的肉眼几乎捕捉不到。他手中多了一把银白色的短剑，剑身上流转着冰蓝色的光芒，那是他的一级武器双寒。郑宇冲到岩甲领主面前，没有攻击他的甲壳，而是直接冲向那道已经被撕裂的伤口。他整个人钻进伤口里，双寒短剑在他手中翻飞，剑刃切割肌肉和血管的声音在夜空中格外清晰。岩甲领主发出前所未有的凄厉惨叫，他的身体剧烈抽搐，岩浆爆发的蓄力被暂时打断了，那些红色裂纹停止蔓延，取而代之的是从伤口处涌出的更多鲜血。郑宇从伤口里钻出来，浑身是血，像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修罗。现在我用尽最后一丝原力发动影步，瞬间出现在岩甲领主的头部位置，手里的暗夜之牙亮起嗜血的光芒，朝着他的眼睛狠狠刺了进去。刀锋穿透眼球，刺入大脑，岩甲领主的身体猛地僵住了，然后像一座山一样轰然倒塌，地面剧烈震动，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但金色光芒从岩甲领主巨大的尸体上飘起，这次的动静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大。光芒凝聚成一个直径超过2米的光团，在夜空中如同一个小太阳。光团散去，地面上多出了几样东西。我踉跄着走过去，第一样是一枚拳头大小的暗金色护符，护符上刻着一只盘踞的巨兽，散发着厚重而威严的气息。领主护符。第二样是一本厚重的手册，封面上的字迹散发着淡淡的红光。岩甲领域领主级技能书。我的瞳孔猛地一缩，领主级技能，那是远超一级技能的强大存在。全世界已知的领主级技能不超过20个，每一个都足以让一个普通觉醒者一跃成为顶尖强者。第三样是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石头通体漆黑，表面没有任何纹路，但内部隐约有什么东西在流动，像是一团被压缩到极致的能量。我伸手去拿那块黑色石头，指尖刚碰到石头的表面，石头突然化作一道黑色的光芒钻进了我的身体。我愣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好像那块石头从来没有存在过。郑宇脚步有些踉跄，他浑身是血，但眼神依然冷静。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不安。他钻进我身体里消失了。郑宇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按着耳麦声音平静：将军，岩甲领主已被击毙，赵灵触发了天赋，掉落了领主护符和一本领主级技能书，还有一样东西，暂时无法确定，需要进一步分析。耳麦里传来周远山的声音，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激动。很好，所有人撤回，重火力部队不用出动了。郑宇转身走向受伤的队员，开始组织撤离。我站在原地看着岩甲领主巨大的尸体，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那块黑色石头钻进我身体里的感觉，像是一颗种子埋进了土壤，在等待什么。回到金海已经是第2天中午，这次行动32人参与，牺牲6人，重伤9人，轻伤11人，只有6个人毫发无损，其中包括我和郑宇。但我知道毫发无损只是表面，我右手的手指被甲壳割得血肉模糊，左手手腕扭伤了，后背上全是淤青，嘴里还破了2个口子。郑宇比我好不到哪去，他钻进岩甲领主伤口的时候，左手臂被肌肉纤维缠住，硬生生撕下来一块皮肉，现在整条左手臂都缠着绷带。周远山在基地门口迎接我们，他一个一个地拍着回来的队员的肩膀，红着眼眶，一言不发。英烈墙上又多了6个名字。接下来的日子，我在金海分部养伤，郑宇也因为手臂受伤，暂时放下了训练任务。我们住在基地的同一层，房间门对门，每天早上一开门就能看到对方。行动结束后第3天，我敲开了郑宇的门，他穿着一身宽松的便服，头发散下来，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柔和，但他脸上的表情还是冷冰冰的。什么事？没什么，就是想谢谢你，在战场上你救了我的命。郑宇看了我2秒，侧身让开了门，进来吧。我走进他的房间，
发现他的房间比我那间还要简洁，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没有照片，也没有装饰品，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你在这住了多久了？郑宇坐在床边，声音平静。3年，从末世降临的第一天起，我就住在这里。那你家人呢？郑宇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自己缠着绷带的左手臂，沉默了很久。抱歉，我不是故意要。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像在讲一个上个世纪发生的故事。我的家人在末世降临的第一天就死了。那天金海市出现了第一道空间裂缝，魔兽从裂缝里涌出来，我的父母带着我逃跑，父亲被一只魔兽咬断了腿，母亲拉着我继续跑，跑了3条街，母亲也被魔兽扑倒了。他把我推进一个下水道井口，然后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了井盖。我听到魔兽撕咬他身体的声音，听到他的骨头被嚼碎的声音，听到他最后喊的那句话：别出声，好好活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在下水道里待了2天2夜，爬出来的时候，金海市已经戒严了。特别行动局的人找到了我，发现我觉醒了1级天赋，就把我带回了基地。那年我14岁，从此以后我一直住在基地。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什么都说不出来。14岁，一个14岁的女孩，躲在黑暗恶臭的下水道里，听着自己的母亲被魔兽撕碎的声音，然后一个人在这个冰冷的基地里活了3年。郑宇抬起头看着我，脸上依然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孤独，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弃了。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握住了他没有受伤的右手。他的手很凉，手指纤细，骨节分明，是一只握惯了武器的手。郑宇低头看着我们握在一起的手，没有说话，也没有抽开。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谁都没有说话。那天晚上，我和郑宇坐在基地的天台上看星星。末世来临之后，天空反而比从前更清澈了，因为工业污染少了。你的天赋真的叫无限掠夺吗？郑宇突然问。对，帝国间谍留下的那行字，你怎么看？我不知道，但我觉得那块黑色石头不是普通的东西，它钻进我身体里了，却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如果你出了什么问题，我会第一个把你按在手术台上，让刘博士把你解剖了看看。月光落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依然冰冷，但我竟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笑意。我愣了一下，也笑了。你这是在关心我吗？郑宇转回头继续看星星，声音恢复了那种冷冰冰的语调。我只是不想我训练出来的人白白浪费了。接下来的几天日子过得很平静，早上去训练场做一些简单的恢复训练，中午和刘博士、陈博士一起吃午饭，下午去看看受伤的队员，晚上和郑宇坐在天台聊天。说是聊天，其实大都是我给他讲这些年外面发生的事，他就一言不发地看星星。直到1周后的那天晚上，我和郑宇照例坐在天台，星星还是那些星星，月亮缺了一个角。这时我的手机震了一下，基地屏蔽了外界信号，而我竟然收到了一条信息，发送者的 ID 叫蛇，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我疑惑地点开信息，屏幕上的字让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赵灵，你体内那块魔力石是不是开始发热了？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原来那块黑色石头叫魔力石。这个叫蛇的人知道魔力石钻进我身体里了，他还能无视信号屏蔽去给我发消息，他甚至知道魔力石开始发热了。没错，从今天下午开始，那块消失在我体内的石头确实开始发热了，那种热度很微弱，但真实存在，像是一颗小火苗，在我身体深处静静燃烧。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郑宇，但蛇知道。紧接着第2条信息出现在屏幕上，别紧张，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帮你，顺便提醒你一件事，你的天赋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天赋，这毫无疑问。但你有没有想过，价值最高的物品可不一定是对你有益的，魔力石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能给你力量，也能要你的命。你体内的魔力石已经开始发热了，这是第1阶段。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它会越来越热，直到把你烧成灰烬。我的手指微微发抖，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你是谁？我回复了3个字。对方的回复很快，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解释魔力石的由来和影响。如果你想知道真相，3天后午夜12点，来金海市北郊废弃核电站，一个人来。我的手机瞬间回到了无信号状态，我盯着手机屏幕，心脏快要炸开。魔力石在体内发热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像是一种无声的催促。蛇到底是谁？他有什么目的？帝国间谍留下的那行字再次浮现在我脑海里。爆率高可不是什么好事，有可能爆出意想不到的惊喜哦。这东西到底是惊喜还是催命符？我把手机收起来，转头看向郑宇，他正仰头看着星星，月光落在他的侧脸上，安静而美好。郑宇，没什么，今晚的星星真好看。郑宇没有说话，继续看着星星。我在心里默默说，对不起，这次我必须要去。3天后的夜晚，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住，金海市北郊的废弃核电站像一个巨大的黑色墓碑，矗立在荒芜的土地上。路过郑宇门口时，我听见他均匀的呼吸声。我摸了摸腰间的暗夜之牙，发动暗影潜行技能离开了基地。从金海分部到北郊废弃核电站大约15公里，冷却塔巨大的轮廓在夜色中越来越清晰。核电站破败不堪，早在末世来临前就废弃了，钢筋裸露在外，像一具被剥了皮的骨架。
我从一个生锈的铁栅栏缺口钻进去，穿过长满杂草的空地，来到了核电站的主厂房前。大门半开着，里面漆黑一片。我深吸一口气，握紧暗夜之牙走了进去。脚步声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铁锈味，还有一股说不清的化学制剂的味道。头顶上偶尔有水滴落下来，滴答滴答，像是某种倒计时。我走到厂房中央停了下来，我到了，你可以出来了。沉默大约持续了5秒钟，然后黑暗中亮起了一束光。那道光来自厂房的2层平台，一个身影站在平台边缘。那人穿着黑色的斗篷，脸上还戴着一张银色的面具，面具光滑得像一面镜子。他的声音从变声器中传出来，带着机械般的沙哑：“你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了7分钟。我喜欢守时的人，你就是蛇，你可以这么叫我，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知道的东西。”我握紧暗夜之牙，体内魔力石的发热感在见到这个人之后变得更加强烈了，像是2块磁铁在互相吸引。魔力石的由来和影响，你说你知道？蛇在平台上缓缓踱步，脚步声在空旷的厂房里格外清晰。当然，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我要告诉你的真相可能会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全部认知。我没有说话，死死盯着他那具光滑的有些过分的面具。蛇停下了脚步，声音从面具后面传来，带着一种奇怪的平静，像是教堂里的传教士。你知道末世是怎么开始的吗？空间裂缝，魔兽从裂缝里涌出来，这是全世界的共识。蛇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这是对的，但不是全部的真相。空间裂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被打开的。蛇从斗篷里伸出手，他的手上戴着黑色的手套，掌心里躺着一块黑色的石头，和钻进我体内的那块一模一样。魔力石，我脱口而出。蛇把魔力石举到眼前，透过面具上的2个孔洞看着他，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意味。魔力石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能量结晶，它是那个世界的原力源泉，就像这个世界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但比它们纯净1万倍，强大1万倍。你说另一个世界什么意思？一个我们称之为异世界的平行位面，那里的生物不靠氧气和水生存，而是靠魔力石提供的能量。几千年来，2个世界各自运转，互不干扰，直到50年前，蛇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50年前，龙国在极地地区发现了一道异常的空间裂痕，那不是后来出现的魔兽裂缝，而是一种更加稳定、更加古老的裂痕，像是2个世界之间的窗户。龙国派出了调查队，透过裂痕，他们看到了一个充满魔力的世界。能量检测仪探知到堪比核聚变的能量从那边源源不断的涌现，似乎那边的一切都带着巨大的能量。要是能驾驭这股能量，足以让人类文明跃升到下一个纪元，任何国家都无法拒绝独占这个发现，龙国也不例外。蛇冷笑了一声，但纸包不住火。帝国和欧联体的情报机构同时获取了这个消息，于是龙国、帝国、欧联体3个超级大国在渺无人烟的冰天雪地里展开了一场秘密的争夺战。嘣！他做出一个爆炸的手势。我皱了皱眉，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当然没有听说过，因为这件事被3国联手压了下来，没有人希望公众知道。人类文明的3个顶梁柱为了争夺另一个世界的资源，在极地里自相残杀。冲突持续了整整3个月，3方都动了真格，从最开始的步枪到火箭筒、装甲车、坦克、军舰、战斗机、导弹，就差原子弹了。极地的冰原被炸得千疮百孔，然后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蛇的声音变得沉重，那道稳定的空间裂痕在重火力的持续轰击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细小的空间裂缝，从极地扩散到了全世界。那些裂缝不像原来的裂痕那样稳定，它们时开时合，随机出现在任何地方，而每一次裂缝开启，都会有魔力石从异世界渗透过来。魔力石，没错，魔力石就是魔兽灾难的根源。魔力石从异世界渗透到我们的世界，它们扎根在土壤里，在水源里，在空气中，它们释放的能量会让生物发生变异。普通的蚊子、蚂蚁、蟑螂接触了魔力石的能量，不会立刻变成魔兽，但它们的基因会被改写，代代相传，最终那些累积了足够多魔力石能量的生物就会异变成魔兽。而那些从裂缝中直接涌出的魔兽是异世界的原住民，他们早就习惯了魔力石的能量，甚至以魔力石为食。我的脑子嗡嗡作响，末世不是天灾，是人祸，是人类自己的贪婪和争斗导致了这场灾难。蛇继续说，而你体内的魔力石是最高纯度的原始魔力石，不是从异世界渗透过来的次品，而是直接从异世界核心涌出的本源魔力石。它钻进你体内不是偶然，是因为你的天赋无限掠夺，你的天赋能掠夺目标身上价值最高的物品，而一只领主级魔兽身上价值最高的东西，不是领主护符，不是领主级技能书，而是他体内积攒了不知多少年的本源魔力石，这是他们的力量源泉。但在人类体内，它会怎么样？蛇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血液凝固的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蛇的声音恢复了那种机械的平静，因为你是第一个被本源魔力石寄宿的人类，在你之前没有人尝试过，也没有人成功过，你是第一个。你说了这么多，最后竟然告诉我你不知道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你在逗我吗？还是说你另有目的？蛇没有回答，
他从平台上纵身一跃，斗篷在风中展开，像一只巨大的蝙蝠。他轻飘飘地落在我面前，距离我不到5米。透过面具上的空洞，我能感觉到他在盯着我，或者说他在盯着我体内的魔力石。赵灵，他的声音里突然多了一种我分辨不出的情绪。你的无限掠夺是最强的天赋，它是一把钥匙。50年前那扇门关上了，这世上只有你能重新打开那扇门。你到底是谁？我握紧暗夜之牙，体内的元力开始涌动，蛇后退了一步，声音恢复了那种冰冷的机械感。你才是握着钥匙的人，接下来怎么选择，那是你的事。他说完，斗篷一扬，整个人像一道黑色的烟雾，消失在了黑暗中。蛇走了，我深吸一口气，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厂房的大门突然被炸开，巨大的冲击波把我掀飞出去，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眼前一片模糊。一阵脚步声响起，训练有素，整齐划一。紧接着一阵帝国语在厂房里响起，目标确认，赵灵，活捉，不惜代价。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刚才的爆炸让我浑身发软，体内的元力也乱成了一团。至少10个全副武装的帝国特种兵朝我围过来，领头的那个人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眼神冷酷的像一把刀。小子，别反抗，跟我们走，乖乖配合，你不会受罪。我知道以我现在的状态，别说10个帝国特种兵，就是一个我都打不过，但我不会束手就擒。就在我准备拼死一搏的时候，厂房天花板突然碎裂，一道黑色的身影从天而降，银白色的剑光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冰冷的弧线。最前面的2个帝国特种兵还没反应过来，手里的武器就被削成了2截。郑宇，他浑身缠着绷带，左手臂的绷带上还渗着血，但他的眼神冷得像万年寒冰，握着双寒短剑的手稳如磐石。他挡在我面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宣判死刑。动他一下，试试。帝国特种小队的队长脸色微变，龙国的郑宇少校，A级觉醒者，没想到你会在这里，但就凭你一个人，你觉得你能拦住我们10个人？郑宇没有说话，他只是微微侧头，用余光看了我一眼。没事吧？我没事。你怎么跟来的？郑宇没有回答，他转回头盯着那个帝国队长。谁说我只有一个人？话音未落，厂房四周突然亮起了10几道光柱，密密麻麻的红点在帝国特种兵身上亮起。帝国队长咬了咬牙，该死，撤退！但郑宇没给他机会，双寒短剑在他手中化作一道银白色的闪电，直刺帝国队长的咽喉。同时，厂房外龙国制式自动步枪的声音响起，子弹倾泻而出，惨叫声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战斗只持续了不到2分钟，帝国特种小队11个人，死了4个，伤了6个，只有队长还在苦苦支撑。但他的左肩被郑宇刺了一剑，右腿也被划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他的刀被郑宇一剑挑飞，双寒的剑尖抵在了他的咽喉上。谁让你们来的？郑宇问。帝国队长喘着粗气，嘴角渗着血，但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奇怪的笑意。别以为你们赢了，我们只是先头部队，帝国的大军已经集结在边境线上了。赵灵，这都是因你而起的。郑宇的剑尖往前送了1寸，划破了他的皮肤。谁泄露了赵灵的行踪？帝国队长笑了，笑声沙哑而刺耳。蛇，一个龙国人。蛇！郑宇一剑割开了他的喉咙，我的心猛地一沉。蛇，这家伙告诉了我真相，转头就把我卖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回到基地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我把蛇说的所有话一字不落地告诉了周远山和赵卫国。赵卫国听完之后，沉默了整整1分钟，然后说了一句话：极地探险。30年前，我听说过。周远山猛地转头看向赵卫国，你知道这件事？赵卫国点了点头，声音低沉。我在特别行动局的档案室里看到过一份绝密文件，提到了极地3方冲突，根本没有如此详细的记载。我以为只是一场小小的边境冲突，没想到真相是这样。所有人都沉默了。超级大国的首脑们知道末世的根源，却把这件事压了下来，让全世界的人在无知中死去。我的母亲，郑宇的父母，无数人的父母、孩子、兄弟姐妹，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因为说了就要承认这场灾难是他们亲手造成的。指挥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是郑宇打破了沉默。他靠在墙边，左手臂的绷带已经被血浸透，但他像是感觉不到疼一样，声音平静的可怕。将军，现在不是追究过去的时候，帝国的大军已经在边境集结了，他们的目的是赵灵，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周远山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你说的对，现在不是追究过去的时候，眼下有更紧要的事。我脑子里全是蛇的话，你的天赋是一把钥匙，你能打开那扇门，那扇通往异世界的门。我没有时间解开这些谜团了，因为这一次帝国特种部队公然犯境，龙国对帝国宣战，战争爆发了。帝国的军队早有预谋，3个集团军超过20万兵力，配备了大量元力武器和觉醒者部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直插金海，活捉赵灵。龙国的军队拼死抵抗，但在装备和兵力上都处于劣势。接连几天的大战导致龙国死伤惨重，帝国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了金海市郊区。我在基地的指挥室里看着大屏幕上的战报，第一天阵亡4300人，第2天阵亡6100人，第3天阵亡3700人。郑宇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安慰我。赵灵，别做傻事。我知道，可是这场战争因我而起，
我握紧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但比不上心里的疼。就在我几乎崩溃时，蛇的声音在我心里响起：“你才是握着钥匙的人，接下来怎么选择，那是你的事。”没错，钥匙在我手中，我心里已经有了决定。当天夜里，帝国的先头部队在金海市东郊扎营，大约12000人，配备了重型原力炮和装甲车。他们的指挥官很自信，觉得龙国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龙国的实力不过如此，这么多年没和他们交手，还以为他们多厉害呢。他们的魔力装备简直是玩具，技能储备也远不如我们。龙国拿什么跟我们打？等明天抓了那个小孩，我们要好好搜刮一下金海。听说这里的姑娘很不错，他错了，那个小孩来了。我利用暗影潜行技能穿过了龙国军队的防线，来到了帝国军队的营地前。体内的魔力实在发热，热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像是感应到了什么。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抬起双手，领主级技能岩甲领域发动，以我为中心半径200米内地面隆起，岩石从地底升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岩甲牢笼。帝国的士兵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浑身笼罩在暗金色光芒中的少年。那个少年的身后是无数根锋利的岩刺，每一根岩刺都足以穿透装甲车的装甲。他们开火了，原力炮弹像雨点一样朝我飞来，但在岩甲领域内，我就是领主，领主护符。炮弹在距离我10米的地方就被岩石墙壁挡住，爆炸的冲击波无法撼动我的领域分毫。我朝前方挥手，岩刺从地面升起，贯穿了一排排装甲车。帝国的士兵开始四散奔逃，然而领域的外围是一圈高耸的岩墙，他们跑不出去。岩刺一根接一根的升起，每一次升起都带走数十条生命，惨叫声在岩甲领域里回荡。我近乎疯狂地挥动起双手，将一条条生命从世界上抹去。去死吧，帝国人！你杀了多少龙国人？杀了多少人的父母？多少人的儿女？你们不是想抓我吗？来啊！我的眼前一片血红，不知为何我竟然有些享受这场疯狂的杀戮。每杀一个人，魔力石都变得更烫，像是要烧起来一样。他也在兴奋地颤抖。这场单方面的屠杀持续了整整1夜，我有些麻木地停下动作。第一缕阳光让我看清了眼前的景象，无数的残肢断臂，满地的尸体，惊恐的脸，一条血河，破碎的装备和无数道淡金色的光芒。无限掠夺发动了，12000名帝国士兵，每一个人死后都触发了我的天赋。12000道淡金色光芒在空中升起，那场面壮观的像一场金色的雨。每一道光芒散去，都会留下一样或几样东西：装备、技能书、材料、核心，铺满了整个地面。我站在那堆装备中间，浑身是血。此时魔力石停止了躁动，我的心里好像突然有一根弦断了。我杀了12000个人，一夜之间，我突然感觉胃里翻江倒海，跪在了地上吐了出来。那些士兵惊恐的脸在我眼前不停地闪现，我闭上眼睛，耳朵里却传来惨叫和嘶吼。我一下一下地扇自己的脸，试图让那些声音、那些画面停下来。终于郑宇来了，他死死抓住我的手，不让我再打，最后干脆一把把我抱住了。他的绷带崩开了，血顺着手臂往下淌，他浑身都是凉的，但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温暖。我杀了12000个人，声音沙哑的不像是我自己的。我杀了12000个人。郑宇的手臂收紧了，他什么都没说，就那样抱着我，让我在他的肩膀上哭，像那个14岁的女孩曾经在下水道里无声的哭一样。回到基地后，我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赵卫国来敲门，我没开，他就一直坐在门口。我不知道我在房间里关了多久，每次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些淡金色的光芒，像12000只眼睛在黑暗中盯着我。郑宇每天都会来，他不敲门也不说话，只是坐在我门口的地板上，有时候坐1个小时，有时候坐1整天。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魔力石在我体内的影响，我的欲望。当我杀人时，魔力石前所未有的兴奋和躁动，它渴望吞噬，渴望掠夺，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欲望漩涡。我打开门，看见郑宇还坐在地上，想明白了，他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还是那么凉。在郑宇的陪伴下，我慢慢走出了杀人的阴影，郑宇的身体也逐渐康复。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时候，我的手机又震动了。我低头看去，屏幕上显示着那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ID： 蛇赵林。看到你还活着，我很欣慰。我猛地握紧了手机，指节发白。他还敢来找我？滚！别急，听我说完。我知道你做了什么，这都在我的计划之中。我的手指僵住了。你什么意思？我向帝国泄露你的行踪，是为了让他们来抓你，从而引发龙国和帝国的全面战争。而你在战争中的表现，正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觉醒者，任何人和国家都将忌惮你的能力。我要让这世界上所有人全部成为你的敌人。我瘫坐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郑宇凑了过来，我颤抖着关掉了屏幕。蛇，对，他太可怕了，不管他有什么目的，我都在你身边。我看着他瘦削的脸，看着他眼下的黑青，看着他左手臂上渗血的绷带，心里那些混乱的愤怒和迷茫突然安定了下来。蛇说错了，至少有一个人绝不会成为我的敌人。战争结束后的第7天，我从一场前所未有的沉睡中醒来，
意识模糊，身体却在一刻不停的变化。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刘博士站在床边，你终于醒了，你已经睡了整整3天。我坐起来，发现自己的身体轻了很多，像是卸掉了一层壳。同时，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我抬起手，掌心亮起一团光芒，那光芒不是普通原力的淡金色，而是一种深邃的暗金色，像是融化的金属在流淌。刘博士凑过来，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我的天，你的原力浓度提升了至少上百倍，这不可能，这完全违背了原力增长的基本规律。我没有说话，无限掠夺就是如此强大，不仅仅能掠夺目标身上的物品，它还能掠夺目标的生命力。12000条生命的力量在我体内汇聚融合，然后在我沉睡的这3天里，彻底转化成了我自己的力量。不仅如此，我还感受到体内又多出了一个领域技能，这是独属于我的技能——掠夺领域。效果：以自身为中心展开掠夺领域，领域内所有目标的原力技能装备全部处于可掠夺状态。无视等级，无视防御，冷却时间24小时。这技能没有任何记载，因为除我之外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拥有。然而我清楚，这至少是个 SS 级技能，全世界已知的 SS 级技能不超过3个，每一个都足以让一个普通人瞬间成为战略级别的存在。而我现在就是其中之一。郑宇站在门口靠着，他的伤好了，但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情绪，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你要被当成怪物了。他说的没错，当天下午周远山就来了，神情严肃。赵灵，他开门见山，帝国在边境又集结了新的兵力，这一次他们动用了王牌部队，帝国第一觉醒者军团。你想让我做什么？周远山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灭了他们，一个不留。我没有立刻回答，转头看向窗外，基地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像是一块脏兮兮的抹布。远处的金海市区，高楼大厦的轮廓在雾霾中若隐若现，那些楼里住着的人，普通人不知道这场战争为什么打起来，却要为这场战争陪葬。将军，我想回家休息几天。周远山叹了一口，转身离开。赵灵，帝国和欧联体都派人来找你了，条件不错，考虑一下。没有号码，没有 ID， 但我知道这条信息是谁发的。他就像一个魔鬼，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且从不食言。第二天，我疲惫地坐在阔别1年的家里的沙发上。帝国和欧联体果然派人来找我了。我下楼吃饭时，一个用报纸挡住头的年轻人隔着报纸对我说：“赵灵，帝国欣赏你的实力和胆量。”报纸背面是我的电话，想好了联系我。晚上我坐在江边的石凳上吹风，一个满身酒气、穿着性感的女郎坐在我的旁边。帅哥，这是我的号码，欧联体期待您的来电。我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但之后的事越来越离谱。当天半夜，军队里的年轻人便来敲我家的门，要求我履行职责上战场。有记者登门采访，问我明明有一举消灭敌军的实力，为什么不出手？还有小孩拦着我，要求我演示击杀敌军的技能。欧联体和帝国也没有放弃，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间谍，任何人路过我都有可能在我耳边说上一句“帝国欢迎你”。我终于明白了，得不到就毁掉。说到底，我只是他们争夺的一个筹码，一个工具，一把武器，不是一个人。我的生活已经彻底乱套，只要我不选择为一方势力卖命杀人，这种折磨将永不停止。那天晚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郑宇、赵卫国和周远山。我收起家里母亲的照片，向着极地出发了。50年前那场灾难的起点，蛇口中那扇门所在的地方，从金海到极地跨越了半个地球。我跋涉了足足2个月，手机被我扔在海里了。我再也没理会过人类世界的消息。那时我竟感觉无比的轻松和自由，仿佛这魔兽横行的冰原才是属于我的世界。到了极地，我才知道这里的魔兽比外面更强更凶残，它们像是被什么东西滋养着，体内充满了浓郁的魔力石能量。我在第一天就遇到了3只极雪原狼，它们同时向我扑来，我甚至没有动用掠夺领域，只用岩甲领域就把它们碾碎了。后来我遇到了第一只领主级魔兽，那是一只通体雪白的冰霜巨熊，体型比岩甲领主还要大1倍。它的领主技能是冰封万里，一旦发动，方圆500米内的一切都会被冻成冰雕，但它没有机会发动。在它张嘴的瞬间，我的暗夜之牙已经刺穿了它的上颚。无限掠夺触发冰霜领域领主级技能。接着我遇到了第2只领主级魔兽，然后是第3只、第4只。极地的领主级魔兽密度高的离谱，而我是闯入其中的屠夫。每杀死一只领主级魔兽，我体内的魔力石就会微微发热，像是在吸收什么东西。除了魔兽，还有追兵，帝国的人、欧联体的人，甚至龙国的人，他们都想找到我，都想把我带回去，都想让我成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工具、他们的筹码。没有恶意的我不予理会，有恶意的被我打晕后扔在雪地里自生自灭。在极地穿越厮杀了数月之后，极寒仿佛侵入了我的心，这里再没有其他人类，
我感觉自己快要变成一只魔兽，吃着生肉，披着兽皮，肆无忌惮，像个野人。几个月后，我终于接近了极点，这里的温度低到-60度，空气中的水分凝结成冰晶，在阳光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美得不像话。我裹着从领主级魔兽身上扒下来的皮毛，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脚下的冰层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像是在提醒我，你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竟然传来人类的声音，谁？我一回头，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倒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我的心猛地一紧，那个人影我太熟悉了，郑宇。我冲过去把他从雪地里抱起来，他的左手臂不见了，羽绒服袖子被撕烂，做成止血带绑在仅存的残肢上，已经冻成了血块。他的呼吸微弱到几乎感觉不到，右手还握着那把短剑，剑身上满是裂纹，像是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斗。郑宇，你醒醒！我拍着他的脸，把元力渡进他的体内。他的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看到我的时候，他露出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漂亮地笑。赵灵，你还活着。紧接着他咳嗽2声，虚弱地说道：“赵叔牺牲了。”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了，赵卫国死了。郑宇的声音断断续续，每一句话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帝国偷袭了金海分部，周将军带队抵抗，你爸为了保护刘博士他们，被帝国的人杀了。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郑宇继续说，声音越来越轻，你妈的事，你爸让我告诉你，当年他怀着你的时候来过这里，你的基因之所以和他们完全不匹配，是因为你在他肚子里就开始变异了，这是异世界魔力的影响，所以你才有这样的天赋，你是被选中的。你妈生你的时候，帝国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他们来抓你，你妈让赵卫国带你走，他抱着炸弹拖住了帝国的人。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魔力石、天赋、掠夺，这一切从一开始就写在了我的基因里。我深吸一口气，擦了擦眼泪，至少现在还有一个人我能救。然后把郑宇平放在雪地上 ，S 级治疗技能，神圣祝福，书页化作金色的文字涌入我的眉心。我伸出手按在郑宇的断臂上，暗金色的光芒从我掌心涌出，包裹了他的全身。他的伤口开始愈合，新的肉芽从断面处长出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长出了一条手臂。郑宇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重新长出来的左手臂，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你怎么？我还有很多技能。我笑了笑，但笑得很勉强，因为我的心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窟窿。郑宇坐起来，活动了一下新的左手臂，然后看着我沉默了很久。他伸出手擦掉了我脸上的冰碴子。现在是我们2个人与全世界为敌了。好，我牵起他的手，他的手还是那么凉。郑宇的伤好了之后，他的速度和力量比以前更强了，因为我在给他治疗的时候，顺便用元力帮他淬炼了一遍身体。他现在是准 S 级觉醒者了，距离 S 级只差一个契机。我们在极点的冰原上行走了3天，终于在第4天的黄昏，我看到了那扇门，那是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痕，但它不像其他裂缝那样时开时合，它像一个被冻结的伤口横亘在冰原上，长度超过1公里，高度超过500米。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裂痕的方向传来，机械的、冰冷的、熟悉的，你终于来了。蛇，他站在裂痕的边缘，黑色的斗篷在风中猎猎作响，银色的面具反射着暗金色的光芒，他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到来。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距离他只有5米，暗夜之牙握在手里，体内的元力在涌动，掠夺领域随时可以发动。你骗了我，我说。蛇歪了歪头，面具上的2个孔洞里，我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或者说他在看我体内的魔力石。我骗了你很多次，但有一件事我没有骗你，你体内的魔力石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而你是握着钥匙的人。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蛇的声音突然变得沉重，像是一个法官在宣判。你用魔力石打开这扇门，让异世界的能量涌入这个世界，毁灭一切，重建一切。第2，你自杀，把你的天赋和魔力石一起带进坟墓，让这个世界在没有掠夺的情况下慢慢腐烂，慢慢消亡。我盯着他，你疯了？我没有疯。蛇的声音里突然多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情绪，那是疲惫，是绝望，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厌倦。我比任何人都清醒，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知道龙国帝国欧联体在极地做了什么，我知道魔力石的真相，我知道末世的根源，我知道一切，所以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没有救了。唯一的出路，要么彻底毁灭，重新开始，要么彻底终结，彻底结束。我握紧了暗夜之牙，体内的魔力石开始发热，热度越来越高，像是要烧穿我的身体。我不会选，那我来帮你选。蛇动了，他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甚至比郑宇还要快。他的斗篷在空中留下一道黑色的残影，一柄漆黑的短刀从他袖口划出，直刺我的咽喉。我发动影步，侧身闪避，同时暗夜之牙反手刺向他的肋部。蛇的身体以一个不可能的角度扭曲，避开了我的攻击。他的短刀在空中画了一个弧线，削向我的脖子。我后仰，刀锋擦着我的下巴划过，带走了一缕头发。好快，他的速度和我差不多，但他的技巧比我强太多了。几十年，
不，也许是几百年的战斗经验刻在他的本能里。郑宇冲了过来，双寒短剑刺向蛇的后心，蛇头也不回，左手向后一挥，一道黑色的光芒从他掌心射出，郑宇被击中，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摔在雪地上。他挣扎着站起来，嘴角渗出了血。郑宇，别过来！我大喊，这不是你能对付的对手。郑宇咬着牙，但他没有动，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蛇转过身，重新面对我，他的短刀在手中转了一圈，然后指向我的眉心。你的天赋是掠夺，但你知道我最强的天赋是什么吗？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感觉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和我相似但又截然不同的气息。那种气息是掠夺的反面，是守护，是抵抗，是反掠夺。我脱口而出。蛇点了点头。我的天赋 SSS 级反掠夺，我能100%阻止目标身上价值最高的物品被掠夺，也能100%阻止任何形式的掠夺行为对我的影响。你的掠夺对我无效。我的心沉了下去。如果掠夺无效，那我最强的武器就没有了。但我还有别的。我发动岩甲领域，岩石从地面升起，形成无数根岩刺，朝蛇刺去。蛇的斗篷一扬，一道黑色的护盾出现在他面前，岩刺撞在护盾上，纷纷碎裂。他毫发无伤。我发动掠夺领域，暗金色的光芒从我体内涌出，覆盖了方圆200米的范围。领域内所有目标的原力技能装备都处于可掠夺状态。但蛇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的身体周围有一层淡淡的黑色光芒，那层光芒就是反掠夺。我的掠夺领域对他无效。还有别的吗？蛇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期待，像是在等待什么。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发动了冰霜领域。极地的温度本来就低，冰霜领域发动后，方圆500米内的温度骤降到零下100度，空气中的水分瞬间凝结成冰晶，地面上的积雪变成了坚硬的冰层。蛇的身体表面结了一层白霜，但他的动作没有减慢分毫。他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短刀上的寒光越来越近。你的技能很多，都很强，但你的战斗经验太少了。你靠的是天赋，不是实力。他一刀刺来，我闪避，但他的刀锋还是划过了我的肩膀，血溅在雪地上，红的刺眼。我咬着牙继续战斗。暗夜之牙在他身上留下了3道伤口，但都不深，而他的短刀在我身上留下了10几道伤口，有深有浅，都在流血。我的血染红了脚下的雪地。郑宇在旁边看着，他的拳头握得咯咯作响，但他没有动，因为他知道这是我和蛇之间的战斗，他插不了手。就在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蛇突然停下了。他站在我面前，短刀抵在我的胸口，刀尖刺破了我的皮肤，一滴血顺着刀身往下淌。他看着我，透过面具上的2个孔洞，我看到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浑浊、疲惫，但又异常明亮，像是2颗快要燃尽的恒星，在最后的光芒中燃烧着最后的热情。我认识那双眼睛，我见过那双眼睛，在金海分部的指挥室里，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在那颗白发苍苍的头颅上，在扛着2颗金星的肩膀上。你是？我的声音在颤抖，不是害怕，是因为我不敢相信。蛇缓缓摘下了面具，面具后面是一张苍老的脸，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眼神锐利的像鹰。那道从额头一直延伸到下巴的伤疤，是他上一次战斗留下的。周远山，龙国特别行动局副总指挥，中将。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雷劈中了。为什么？我问，声音沙哑的不像是我自己的。周远山，或者说蛇，收回了短刀，站在我面前。他的斗篷被风掀起，露出里面那件军装，肩章上的2颗金星在暗金色的光芒中闪闪发亮。为什么？他重复了我的问题，然后笑了，笑容里满是苦涩。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魔力石的人，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痛恨魔力石的人。他说，50年前我参加了极地的那场冲突，我是龙国调查队的一员，最年轻的那个。我亲眼看到了异世界，亲眼看到了魔力石，亲眼看到了那扇门，我也亲眼看到了人类为了争夺魔力石是怎么自相残杀的。导弹炸开空间裂痕的那一刻，我就在现场，冲击波把我掀飞了，我的脸上留下了这道疤。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我要终结这一切。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一个用了一辈子去追求一个目标的人在快要到达终点时才会有的光芒。我花了50年游走在龙国帝国欧联体之间，收集情报，建立组织，培养力量。我做了很多坏事，杀了很多人，背叛了很多信任我的人，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做，我才能接近我的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他伸出手，指着那扇巨大的空间裂痕。我要把魔力石全部送回异世界，一个不留，全部。可你刚才说，要么毁灭世界，要么自杀。周远山笑了，笑容里带着一种狡猾，像一个恶作剧得逞的老头。我不那么说，你怎么会全力跟我打？你不全力跟我打，你的掠夺领域怎么会开到最大？我的掠夺领域开到最大。他点了点头。你的掠夺领域覆盖了方圆200米，在这个范围内，一切都可以被掠夺，包括我的反掠夺。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让我掠夺你的反掠夺。周远山点了点头，声音变得温和，像是一个长辈在跟晚辈说话。我的反掠夺天赋是阻止魔力石回到异世界的最后一道屏障，只要有我在，
魔力石就回不去。因为我的反掠夺会阻止任何试图将魔力石送回异世界的尝试，但如果你掠夺了我的反掠夺，这道屏障就消失了，你就可以打开那扇门，把魔力石全部送回去。可是你会怎么样？周远山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正在变得透明，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溶解了。天赋被掠夺之后，觉醒者会怎么样？你应该知道，我知道，天赋是觉醒者的本源，天赋被掠夺，觉醒者就会死。周远山的身体越来越透明，他的声音也越来越轻，但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赵灵，我这一辈子做了很多错事，但我做对了一件事，我找到了你，你是唯一一个能终结这一切的人。我把反掠夺给你了，你就能打开那扇门，就能把魔力石全部送回异世界，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魔兽，不会再有末世，不会再有因为魔力石而起的战争。他顿了顿，然后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骄傲，又像是愧疚。你妈的死，我也有责任。当年帝国的人是我隐去的，因为我需要你体内的魔力石，我需要一个被异世界能量影响过的孩子，我需要你。我的眼泪掉了下来，砸在雪地上，砸在周远山越来越透明的身体上，砸在那道从额头一直延伸到下巴的伤疤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恨他，他害死了我妈，谢谢他，他把一切都给了我。周远山的身体已经完全透明了，只剩下一个轮廓，在空气中缓缓消散。他的最后一句话轻得像一阵风：赵灵，对不起，还有谢谢你。然后他消失了，斗篷落在地上，面具滚落在雪地里，银色面具上的两个孔洞像是两只空洞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我跪在雪地上，捡起那张面具，把它贴在胸口。面具很凉，凉得像是极地的冰，但我觉得那点凉意里有一种温度，那是周远山用了一辈子的温度，是追求，是牺牲，是救赎。郑宇走过来，跪在我身边，伸出手臂环住了我的肩膀。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抱着我，让我的眼泪滴在那张银色面具上。过了很久，我站起来，把面具收进背包，然后转身看着那扇巨大的空间裂痕。体内的魔力石不再发热，不再躁动，而是发出一种柔和的暗金色光芒，像是呼应着裂痕另一边的世界。我的手按在裂痕的边缘，暗金色的光芒从我掌心涌出，沿着裂痕的纹路蔓延。裂痕开始扩大，不是崩裂，不是破碎，而是缓缓的、平稳的，像一扇门一样朝两边打开。异世界的风从裂痕中吹出来，带着一股我从未闻过的味道，不是硫磺，不是血腥，而是一种像是雨后泥土的清新。郑宇站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他的手指很凉，但握得很紧。准备好了吗？我问。郑宇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那是他第一次对我笑，不是嘴角微微上扬，不是眼神里闪过一丝笑意，而是真正的、完整的、灿烂的笑容。他说：“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我握紧他的手，迈步走进了那扇门，身后是满地的淡金色光芒，身前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没有魔兽、没有末世、没有魔力石的世界。但那是我和郑宇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世界。